我被通知得了癌症的时候，未婚夫正搂着实习小助理忘情亲吻，小助理哭成泪人。你不是说爱的人是我吗？为什么还要娶她？他没有说话，而是红着眼眶，动情地吻着她，似是要将她吞入腹中，来表达他的爱意。我攥紧手中的检查报告，心沉入谷底。他说，我不得不娶她，相爱多年，换来的竟是一句不得不娶。我含泪吞下喉口的腥甜。齐远，我放你自由，可听闻我的死讯后，却疯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为什么？小助理哭得梨花带雨，他发泄似的咬住了齐远的脖子，齐远疼得嘶了一声，却不曾怪他，他任由他的胡闹，反而是爱惜地亲了亲他的额头，许久才叹了一口气。他陪了我10年，娶她是我的任务，我向你保证，我心里的位置永远是留给你的。原来如此啊，娶我竟是任务，我何德何能，竟然把他逼得不能与心爱之人相守。我捂着脸，差点痛哭失声。难怪求婚那天他眼神闪躲，还有些许犹豫。那时我也发现了他的异样，可我原以为他是高兴到不知所措，却不想，我以为是幸福的时刻，他的心里想的都是别人。相知相恋7年，我陪着他从籍籍无名到现在的商业霸主，我从花一样的年纪熬到了30岁。他曾经许诺永远爱我，原来不过是一场笑话。想来求婚后，他给了我股份做彩礼，也是因为他的愧疚吧。愧疚，他背叛了他的承诺，我落荒而逃。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回家的，只记得路上摔了好几次，明明很疼，但是我却哭不出来。回家后，我倒头就睡，睡了3天，梦里全是齐远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齐远的电话打了过来，整整3天，他才想起来还有我这号人物。我盯着亮起的屏幕，直到电话挂断。我不知道自己接了电话该说什么，本以为齐远不会继续打过来，然而才过了几秒钟，电话又响了起来。这次我深吸一口气，接通了电话。电话那头传出焦急的声音，怎么这么久才接电话？听着他的声音，我鬼使神差问了一句，你还回来吗？他不明白我说话的含义，支支吾吾找了借口说出差，便挂断了电话。我们在一起那么久，我早已明白他的习惯，心虚的时候，他说话的语速就会不自觉地加快。我甚至不用去查也知道，他不是出差，他是去陪他的小姑娘去了。我跟齐远是在大1的那年认识的，那时候他只是一个生活拮据的贫困生，周末还需要去咖啡厅打工。我又很喜欢周末去咖啡厅看书，毕竟那边安静，还有独立的包间。我们2个的相遇十分偶像剧。一次，他手里端着咖啡和匆忙离开的我撞了一个满怀，咖啡全部倒在了我的腿上，还好是美式，不然肯定会烫掉一层皮。他当下立马蹲下来给我小心擦拭，嘴里说着抱歉。看到他清冷的脸庞，我的心不受控制地跳动了。此后我便注意到他这么个人，他空闲的时候还会时不时过来跟我聊天，一来二去，我们成了好朋友。我们会相约一起吃饭，一起去看电影。他非常温柔体贴，在相处的过程中，我能够感受到他对我的不一样。相处1年，我生日那天，他用自己攒下来的工资给我买了一条项链。他拿着项链，紧张地跟我告白，我们顺理成章地在一起了。大学那几年是我认为最幸福的日子，少年的爱意最是直白热烈。冬天等车的时候，他会将我拥入怀中，用大衣紧紧包裹；夏天，他会一边为我撑伞，
一边拿着小电扇为我吹风。毕业以后，他说他不愿一辈子平庸，不想我跟着他一辈子吃苦，想要做出一番事业。我跟着他留在了繁华的都市，他一腔热血，我愿意陪他闯荡。从小我被父母养得很好，从来没有吃过什么苦头。跟他一起创业的2年，是我人生中吃过最长的苦。那个时候，我们挤在30平的出租屋里，他会心疼地吻着我，说以后肯定会让我过上更好的生活。我相信他的才华能够得到想要的一切。工作室成立之初，我们很辛苦，熬几个大夜是家常便饭的事，因此我俩都患上了慢性胃病。后面我们的工作室逐渐有了起色，收入越来越高。工作室从小作坊变成了20人的小公司。我们从30平的出租屋换到了100平的出租屋，生活质量好了很多，也越发有干劲。那年跨年，他稳住我的无名指，说再拼最后1年就会娶我。可事与愿违，1年后他并没有跟我求婚。公司因为短视频风口越做越大，他开始频繁出差，我们逐渐聚少离多。我也因为调理身体，慢慢脱离了公司。就这样，原本相互交叉的2根线，现在变成2根平行的线。我们就这样不咸不淡又相处了1年。我年龄的增长，母亲开始频繁催婚，我也变得有些焦虑，时不时旁敲侧击他的想法，可他却不为所动。齐远这个人就是这样，爱人的时候轰轰烈烈，不爱的时候破绽百出。我想，我总要亲手为我们这段关系画上一个句号的。第2天，我做了午餐带去公司，明知道他说的出差是借口，可我偏偏自虐一般想要亲眼所见。公司的人都知道我，也没有阻拦。我径直去了齐远的办公室，刚进去就看到他衣衫不整地从休息室出来，不用想都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。他看到我脸上露出慌乱和心虚，我浑身僵硬。休息室里的一切是我一手包办的，我们在里面也度过很多次美好的夜晚。花瓶里我们亲手养活的白玫瑰早已被艳丽的红玫瑰替代。我透过门缝看到了地上的一片残迹，我甚至能想象出他的小姑娘是怎么窝在他的怀里的，他又是怎么告诉他他有多爱红玫瑰。够了，已经够了。我冲齐远笑了笑，将饭盒扔进了垃圾桶里，转身就走。我想，我笑得应该很狼狈。齐远见我这样，露出了慌乱的神色，立马跟了上来。他将我拽到角落，表情是我看不懂的复杂。彤彤，你听我解释，我之所以用出差做借口，是因为我想给咱俩一点空间而已。我死死盯着他，所以呢？或是被问懵了，他露出不耐烦和恼怒的神色。向彤，我都已经答应娶你了，你到底还想怎么样？我就不能有一点属于我自己的个人空间吗？我的身体晃了晃，还记得刚谈恋爱的第2年，他几乎天天黏着我。我跟他说，即便是谈恋爱，也需要个人空间。他那个时候死活不肯，反而越发黏糊。除了上课时间，其余时间都恨不得跟我成连体婴。我不想跟他在公司争吵，便摆了摆手，我累了。说完，我头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我想，我们终于结束了。走在路上，我感觉自己非常疲惫，我的胃也开始隐隐绞痛。翻开通讯录，我给闺蜜打了一个电话。闺蜜和我是发小，大学毕业后她选择回老家就业，我俩也聚少离多，逐渐没有太多联系。她如今成了炙手可热的作家，在属于自己的领域发光发热，这是我羡慕的状态。我在没有跟齐远恋爱的时候，也有属于自己的梦想。电话几乎是1秒接通，
童宝，你总算主动一次给我打电话了。听着熟悉温暖的声音，我眼角有些湿润。李李，我想你了。一句话，李李当天就从老家包车来到我身边。他到的时候是晚上10点，我们两个一见面就抱在一起哭了很久。我想我知道自己最重要的人是谁了，不是齐远，而是我的李李和我的母亲。李李陪我玩了几天，他因为稿件的事情提前回去。让我没有想到的是，早上刚把李李送走，下午家里就来了一个不速之客，那个被齐远爱着的少女。少女如今22、23岁，犹如一颗含苞待放的花朵，亭亭玉立站在我面前。如果忽视掉她的表情，应该会更好看些。她似乎不知道什么叫礼义廉耻，在我打开门后，一把将我推开，宣示主权地走进房子。我并没有过多阻拦，反而倒了2杯水在茶几上。这位小姐，你来我家难道就是为了参观房子？女孩收回打量房子的视线，她看着我，一点也不惧怕。向小姐，那天在公司我看到你了，你应该也知道我跟阿远的关系。我知道他为了责任必须娶你，可他明明爱的是我，所以向小姐，他没办法主动离开你，你能不能主动离开他？我听着他的话，觉得很可笑。据我所知，你今年应该是大4吧？你的学识没有告诉你什么叫廉耻吗？当别人的小三还能这么理直气壮？他有些恼怒。我只知道我爱阿远，阿远也爱我，感情里不被爱的人才是小三，所以还请你识趣点离开吧。他看我情绪有些不稳，继续开口刺激着我，算我求求你了，向小姐，阿远因为你的事情每天都抹不开愁容，他对你只是出于责任，这样的感情以后是没有结果的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坐了下来。能告诉我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女孩骄傲仰起头，一脸幸福。我是阿远的学妹，我们同在一个系。大3的时候，他来我们学校演讲，我一眼就爱上他了。我知道他跟你的爱情故事，你们的曾经现在还能在学校听到，我很嫉妒。我在想，他真的有这么爱你吗？所以大4实习，我就投了阿远的公司，很幸运我进去了，还成了他的助理。我妈妈说了，要勇敢追求爱。我开始天天给他带早餐，每天给他一个小惊喜、小礼物。他一开始的确是拒绝的，可我不是会被轻易打败的人。热烈追求他2个月，他这块冰山就被我融化了。向小姐，你们的爱也太孱弱了，根本不堪一击。他幸福的模样像是一根刺扎进我的心口。原来仅仅2个月就能让将近10年的感情瓦解。小姑娘做的所有事情都是我曾经做过的。我和齐远确定关系以后，我会每天给他一个小礼物。这种习惯持续了很久，直到齐远总是在忙不回家以后，便没再继续。我说不出自己是什么情绪，他挑衅地看着我，事无巨细地把他跟齐远这1年的相处说出来。齐远为了他喜欢的项链，特地飞去国外高价买下。他生病遇上堵车，齐远抱着他跑了很久去医院。他在酒局被人调戏，他还会为他大打出手，不惜放弃1亿的项目。种种行为让我原本就满是孔洞的心更破碎。他越说越得意，还不忘讽刺我人老珠黄留不住人。我用力攥紧水杯，猛地泼了他一脸水。在他惊恐的眼神中，我将他赶了出去。不出所料，晚上齐远就打来了电话。小可今天跟你说了什么？看来娇娇女回去告状了。我将手机开免提，一边整理自己的东西一边说，没什么。那边显然按捺不住，率先破功。小可她年轻不懂事，
说什么你也不能侮辱人吧？他现在把自己锁房间不出来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这下我是真的被惹火了。齐远，你出轨的事情我还没有找你算账，你的小情人找上门挑衅我无果，倒打一耙不说，你有什么资格质问我？他那边沉默了很久，只听到了淡淡的呼吸声。对不起，我会处理好这件事，你放心，我对你的承诺不会改变。我打断他，不必了，分手吧。我不同意。他下意识道。我冷笑一声，我们只是情侣关系，分手也可以是单方面。那边又陷入沉默，良久他终于开口，明天下午见个面吧。我同意了他的要求，的确是需要当面结束这一切，把属于我的所有东西都收拾完毕以后，我故意留了一些我跟齐远的东西放在杂物间。我心里生出自私的念头，我想看看那个女孩看到这些东西以后会怎么样。我很清楚齐远的性格，他对那些经历都十分珍重，他肯定会将东西收好保存起来。可是他们的爱又有多坚定呢？第二天，我如约去了他订的餐厅，他一脸疲惫，壶茶都没有修理，看来昨天被小姑娘折腾够呛。我将求婚时候的戒指递给他，他嘴唇微动，表情很纠结困惑。彤彤，我们保持原状不好吗？他的话让我泛起恶心，我的手指甲用力掐着掌心。齐远，你要是个男人，就好聚好散，你别一连伤害两个人。既然你的心早就偏了，那不如偏彻底一些。最终，齐远同意跟我分手。离开之际，齐远拉住我的胳膊，彤彤，以后我们还是朋友，你有事也可以找我。我没有回他话，转身决然离开。我没有对他歇斯底里，已经是我最大的让步。他曾经太过美好，以至于现在，我不想再跟他过多纠缠，我不想破坏掉回忆中满含爱意的少年。我登上了飞往家乡的飞机，妈妈跟李李来接的我。看到妈妈苍老的脸庞，我红了眼眶。刚毕业那年，我的父亲因病去世，妈妈一夜白了头发。那个时候，齐远视我为珍宝，陪着我守了一夜的灵堂。父亲的后事也都是他一手操办，他还在父亲的墓碑前保证过，会对我一辈子好。可现在早已物是人非，妈妈和李李都知道了我跟齐远的事情，他们怕我情绪不好，没有问我到底怎么了。午饭吃的有点多，我的胃一阵绞痛，我猛地冲进厕所，把吃的东西全都吐了出来。我虚脱地跪在马桶前，胃部实在痛得厉害，最终我没有挺住，昏了过去。醒来的时候，便看到妈妈和李李哭红的眼眶。我虚弱开口：“你们都知道了。”妈妈拉着我的手：“彤彤，医生说你的癌细胞已经扩散，必须赶紧去专科医院治疗。”我安抚地拍了拍她的手背：“妈妈，你别担心我了，我已经预约了国外的医生，就在下周。”她并不相信我的说辞，毕竟我的病已经拖得很严重了。彤彤，妈妈只剩下你了，听我的话，咱们立马转院去专科医院看看好不好？看着他的眼睛，我哽咽了一下。好。于是刚到家乡没到24小时，就被救护车送了回去。全国最好的专科医院就在 S 市，兜兜转转，我还是回到了这里。一切都是这样巧合。住院3天后，李李陪我到处转转，我没想到竟然遇到了大学时期的朋友郑中，他是我所在社团的成员，也是齐远的室友。看到我，他明显吓一跳，毕竟生了病的人多少有些消瘦无神。向彤，你怎么了？生病了吗？怎么远哥不来陪着你？一连3问，他还是跟从前一样健谈。我没有隐藏什么。住院治疗，郑中皱着眉指责道：“远哥也真是的，
再忙也不能把你一个人扔在医院啊。我和他分手了。什么？他明显很诧异。你们怎么可能会分手呢？他疯狂摇头，绝对不可能。远哥那么爱你，我们都看在眼里，绝对不可能跟你分手。李李在一旁听得不高兴，一把将他推开。怎么不可能？齐远那种虚伪的爱，只有你们才肯相信。说着，李李拉着我就要离开，郑中赶忙将我们拦住。向童，你别生气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远哥从前为了你连命都可以不要的人，怎么会说分手就分手呢？这唇齿都有磕碰的时候，你肯定是误会远哥了。我想起了大4那年，我跟社团去露营，齐远那个时候开始为工作室做准备，所以没有跟我们一起去。当晚露营的地方下起了暴雨，我们被泥石流困在了山上，我的脚因为山路太滑，摔骨折了。齐远得知这边发生意外以后，发了疯的往上面赶，救援人员阻止不了他，他一个人冒着雨上山，因为他及时找到了我们，我的腿才得以治疗，没有留下后遗症。也就是那个时候开始，所有人都知道了，他为了我命都可以不要。也不难理解为什么郑中不相信我跟他分手的事实。想到这里，我的脸色有些难看。郑中看我状态不对劲，赶忙帮着李李将我搀扶到一边坐下。我缓了缓，将郑中出轨的事实说了出来。郑中表情不可置信，他根本不相信深情的兄弟会出轨。我没有再说太多，让李李扶着我回了医院。妈妈在医院附近租了一套3室的房子，方便应对我每次化疗过后可以有地方休养。在医院度过了第1个化疗期，我十分虚弱。郑中也是这个时候找上了我，他嘴角有着伤痕，提着花和水果，看着我露出同情的神色。齐远前天带那个女的给我们大家伙见了面，虽然能够猜到这一切，可当我亲耳听到这话，依旧心痛不已。郑中有些愤愤不平。向童，对不起，我还一直以为你是跟齐远闹脾气，那个女孩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，我们没有笑着欢迎她，她就跟个泼妇一样不依不饶，哭得稀里哗啦，不知道还以为我们把她咋了。郑中说，聚餐是女孩逼着齐远弄的，他就想要宣示主权，让所有人知道他不是小三。可齐远的那帮兄弟朋友和我何尝不是好朋友？他们得知齐远跟我分手，还跟那女孩在一起，都替我打抱不平。更有甚者，直接离席。就比如郑中，他知道我病了，也知道齐远出轨，所以聚会一结束，他就打了齐远几拳。2人喝了点酒，立马就在餐厅外面打了起来，要不是有几个人拉住，恐怕2人都得进医院。郑中离开后，我的手机响个不停，全是跑来问我和齐远的朋友，他们一个个都觉得不可思议，齐远居然会跟我分手，还和别的女人在一起了。看着这些消息，我都十分体面地一一回复过去。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是齐远对不起我在先。李李看到这些消息，最终还是没忍住，当着我的面骂出口：齐远这个死渣男，他是恨不得让所有人都知道那个女孩的存在，是吧？当年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也是这样，他难道不觉得膈应人吗？我将手机熄屏，咽了咽口水，或许10年太久了吧。话音刚落下，手机铃声响了起来，是齐远的母亲打过来的。我想了想，接通电话：向童，你怎么回事？圆圆已经够累了，你怎么连订婚宴都给取消了？他的声音有些愤怒，看来他并不知道那个女孩的事情。我跟齐远请了最好的婚庆团队，他们跟齐母有对接，所以订婚宴不办了。齐母才知道，
他跟齐远的关系是这几年才缓和一些的。当初他嫌弃齐远是拖油瓶，把人给扔在乡下，自己出去找有钱男人。为此，齐远对他恨之入骨。要不是3年前他生病的事情被媒体拍到，大肆宣扬，齐远恐怕这辈子都不可能再跟他有联系。将他认回来以后，他一直很看不起我，左右认为我是图钱才跟齐远在一起的。我叹了口气，刻意把齐远出轨的事情告知。齐母不以为然道：“哪个男人不偷腥？他是家里的顶梁柱，你就不能宽容一些吗？从前忍他是因为他是齐远的母亲，现在我不想再忍了，所以你才会婚姻不幸福，一辈子被男人戏耍。你别以为谁都跟你一样，我现在和你宝贝儿子没有关系了，希望你以后别再打扰我。”说完我就把电话挂断，随即将其拉黑。我的情况一天比一天严重，齐远跟那小姑娘的事情，我也从各种人的口中知道了很多。据说齐远为了表明心意，在各大社交平台高调官宣要跟女孩订婚，他们请了国际上知名的设计师，为他们设计了最独一无二的戒指。看到这些消息，我只觉得唏嘘。我们一穷二白的时候，他在地摊上面给我买了一个塑料戒指，那个时候他就对我承诺过，说以后有钱了要为我量身定做一个专属的戒指。可现在对象换成了别的女人，我从微博上面翻到那女孩的账号，上面就有她晒出戒指的照片，戒指很精美，价值几十万。我捂了捂发闷的胸口，之前他跟我求婚的戒指好像是让秘书随便在商场选的吧？那个价值多少呢？几千还是几万？我以为自己肯定不会在乎这些了，可联想到这里，我还是红了眼睛。正中这段时间有空就会来看我，他看我死死盯着手机，状态不对劲，上前将我的手机摁灭。小童，你已经很久没出去了，今天我正好有空，我带你出去走走吧。1个小时后，李李跟郑中背着妈妈悄悄带着我离开。我戴着口罩，因为生病的缘故，脸上没有多少肉，显得口罩特别大。郑中转过头来问我：“小童，今天由你做主，你想去哪里？”我思考了一下，一个让我至今难忘的地方浮现脑海，去一趟学校吧。郑中和副驾驶的李李对视一眼，便驱车去往学校。看着车窗外越来越熟悉的场景，我有些感慨，上次来学校是陪着齐远来的，也是那个时候女孩喜欢上了他。到了学校内部，郑中去停车，我跟李李慢慢走在道路上，映入眼帘的是一片草地，上面有不少学生有说有笑的玩闹，还有一些情侣，他们相互依偎着，相互说着情话。看到这一幕，我有些发愣。从前我和齐远也是这样相互依靠着坐在草地上，我们总是有说不完的话，仿佛可以说到天荒地老。那个时候的我们从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变成这副模样。李李拉着我绕过草地，感觉到我的低气压，他还故意调节气氛。还记得你大一的时候，我特意来找你玩，结果不小心从那个位置掉下去，吓得你哭了好久。他指着前面的假山，我想起了当时的场景，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等郑中停车过来以后，我们又去了曾经喜欢去的几个地方，从前的回忆都一一浮现在眼前，仿佛是昨天才发生的一样。从早逛到晚，我不知疲倦，直到准备离开的时候，我鼻血直流，又一次晕了过去。倒在草坪上的瞬间，熟悉的味道钻入鼻腔。我恍惚来到了大二刚跟齐远恋爱的时候，我们在这草坪上打闹，也闻过这片土地的芬芳。醒来的时候，病房里面多了很多人，他
他们都是曾经的同学朋友，想来是从正中哪里知道了一切，特地过来看我最后一眼。我能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在快速流逝，他们一个个都红着眼，跟我说了很久的话。还有几个女孩子看到我的模样，背过身去，泣不成声。他们陪了我很久，让我感觉到了一丝温暖。妈妈从我的主治医生那里得知，她曾经的导师在国外有专门研究这种癌症，医生跟他的导师提及我，给我留了一个治疗名额。妈妈立马便卖掉所有家产，毅然决然带着我踏上出国的路。离开的时候，李李在我的卡上打了50万，他依依不舍地跟我告别，眼睛都哭肿了。我向他保证，如果活下来，明年回来陪他过生日。刚到国外，我还有些不适应，好在妈妈陪在身边，我安心不少。治疗的日子是痛苦乏味的，李李经常给我发消息，从他那里得知，齐远不知道是从谁的嘴里得知我病了，快死了。他跟疯了似的到处找我，还找到李李那里。李李跟他说我死了，骨灰也扬了大海。齐远听到这个消息，直接晕了过去。听说他醒来的时候，人就有些疯魔，他似乎不相信我死了，各种去找人佐证，可得到的都是我病危的消息。我只觉得可笑。如今过去整整半年了，他到底在装什么深情？又过去了半年，我的癌细胞得到了控制，医生说只要我好好休养，活个10年8年不成问题。我和妈妈在医生的帮助下租了一栋小别墅，身体好了很多。我在网络上开了一个小工作室，干起了老本行。看着日渐起色的工作室和上涨的工资，我感觉很幸福，很满足。原来没有齐远，我也能过得很好。看着妈妈布满皱纹的脸，我幸福地笑了笑。未来的路，我会更加爱自己。番外，我叫齐远，之所以叫这个名字，是因为父亲希望我的人生长远。只可惜，爱护我的父亲在我8岁的时候意外身亡。我的母亲本就是一个爱慕虚荣的女人，父亲一死，她嫌弃我是拖油瓶，将我扔给爷爷奶奶。从小我的日子就过得很苦，我还以为我一辈子都会这么苦下去。直到大学，我遇到了一个小太阳，他叫向童，是本校美术系的学生。他长得很甜美，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还要小。他似乎很喜欢来我打工的咖啡店，有时候一待就是2、3个小时。我偶尔路过，还能听到他柔和的声音念叨着什么。我感觉他很有意思，开始像个变态一样在暗处观察着他。那次他急匆匆跑出来和我撞了个满怀，我手里的咖啡全部倒在他的腿上，我心有余悸，还好不是热咖啡。从那以后，我发现他会时不时看向我，我便鼓起勇气跟他打了招呼。我们开始有交集，变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。原本我以为自己是在单恋，没想到从他日记里得知，他也喜欢我。他过生日，我攒了半年的钱给他买了礼物，还表白了。那天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候。此后每一年他的生日都是我最幸福的日子。从小缺爱，我有些患得患失，喜欢黏着他。有时候一天见不到他，我会抓心挠肝。还好他并没有觉得我有问题，也喜欢黏着我。我们一起度过大学4年，我想要给他最好的生活，于是选择在 S 创业。他陪着我吃了很多苦，我很心疼他。我拼了命地抓住每一个机会，从工作室到小公司，再从小公司到崛起的新星。我开始不满足于此，想把公司做上市。我和他开始聚少离多，慢慢交流也变少了。我能够清楚感觉到心中有一股绳断了，
可我不知道是哪根绳断了，他开始有意无意提及结婚的事情。我刻意转移话题，在没有想明白之前，我不想草率娶她。从那以后，他没再提过结婚的事情，我们开始变得客套起来。我不喜欢这样，于是经常故意出差很久。我想有了距离，肯定就会解决问题。然而让我没有料到的是，我喜欢上了一个女孩，她娇滴滴的，动不动就求助哭泣，是我很讨厌的类型。她跟向童差别很大，是温室里面娇弱的花骨朵，而向童是坚韧的柳枝，仿佛什么事情都难不倒她。我被小女孩穷追不舍的套路蛊惑住，我开始沉沦。可我清楚，我要娶的人只能是向童。女孩知道了我结婚的消息，跟我闹了很久。我跟她再三保证，哪怕结了婚也会养着她。可女孩却不想这样，她背着我去找了向童，回来哭了很久。我心疼极了，没忍住给向童打去电话质问他。向童的一顿炮轰让我醒悟，我才是出轨的那个人。我心中五味杂陈，说不上来是什么感觉。向童跟我提分手，我反而松了口气，终于不用在两个关系之间周旋。我对向童有愧疚，想要弥补什么，可他却毅然决然离开了这座城市。我想这样也好，免得我的心又要动摇。小姑娘自从我分手以后，不似从前那般小意温柔，她逼着我公开她的关系，想要打入我的朋友圈。聚会那天，不少人跟我有了隔阂，我曾经的室友郑中还跟我大打出手。回到家，小姑娘更是不依不饶，诉说着我朋友们的不公平。我安抚她，说给她定制最好的首饰，她破涕为笑，要我找最好的设计师为我们设计戒指。我同意了。我实在没有精力跟小姑娘周旋。跟小姑娘正式公开在一起的半年后，我碰到了郑中，他红着眼告诉我，向童半年前就查出癌症，已经死了。我当时感觉自己脑袋被敲了一棍子，好半天反应不过来。我不相信他死了，开始到处找寻他的消息，可得到的都是他病重的消息。我找了很多人，终于联系上了她的闺蜜李李。李李说，向童真的死了，骨灰扬到了大海。我顿时感觉心脏疼得不行。我想我一直都没有清楚心里到底要什么。我翻找出曾经我们的相册和专属的东西，往事一桩桩一件件浮现脑海，我更加痛苦不堪。我这才明白一件事，自始至终，我爱的人一直都是向童。小姑娘再娇弱，吸引到我的都是那些跟向童一样的特质。我在家醉酒了3天，清醒后，我跟小姑娘提了分手。我把公司交给了合伙人，带着向童的遗物，独自踏上曾说过要去的国家。我想带她去看看。在 F 国的小镇上住了1个星期，我好像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。等我接近，那抹身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又过了2天，我逛完最后的景点，买了回国的票，看着飞机外面的云层，我想这辈子我再也没办法接受任何感情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